红墨睡觉的时候，马杰很少去吵醒他，但今晚他实在是静不下心来。明天有3位女邻居来家里做客，马基计划举办一场茶话会，希望红墨能帮忙照顾一下麦琪。老莫一口答应，他照顾孩子的方式就是面对面坐着，自己喝酒，麦琪瞧。两人大眼瞪小眼，同样的斗了法子。麦琪看第一遍会笑，第2遍就觉得无聊了。老莫很无奈，他和小女儿完全属于2个不同的世界啊。家人当然要互相友爱，但未必能有共同话题。家庭主妇总是避不开邻里社交，哪怕邻居都是刻薄的壁纸。他们毫不客气地吃着点心，喝着饮料，然后七嘴八舌地吐槽招待他们的女主人，审美趣味跟不上潮流，家里的装饰风格又难看又老土。这些话犹如万箭穿过马季的心，他反驳说，学校邀请他重新装修孩子们的休息室呢。这话不知为何刺激了邻居们，他们挖苦讽刺的力度更大了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酸味儿。哦，原来是柠檬水。俗话说3人成虎，马季本来对自己的时尚感挺有自信，结果被邻居们这么一说，他开始自我怀疑了。另一边，红墨在带孩子时，意外发现麦琪拥有吹口哨天赋。老莫寻思自己不会吹口哨，有了麦琪的这项天赋，在人群面前装模作样的显摆了，从此成为大名人，获得1000万粉丝的拥戴。拿奖拿到手抽筋，走上人生巅峰。红墨做白日梦时，马基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尊严而战。学校休息室就是战场，经过马基夜以继日的努力设计，春天小区的休息室变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孩子们对他喜爱有加，大人们也赞不绝口，这让说刻薄话的女邻居们很不高兴。但事实胜于雄辩，本地黑手党教父托尼非常欣赏马基的才华，表示自己最近买了间旧邮局需要翻新，邀请马基做自己的室内装潢师。马基本来不想给黑道打工，但他好不容易在邻居面前扬眉吐气，人有点飘了。托尼表示，谁敢得罪马基，就是在跟他作对。他的车足够大，能塞下多几具尸体。老模子酒吧里，大伙儿一脸震惊地望着红墨，没想到这个万年笨嘴居然有一天能吹出如此精亮的口哨声，难道是啤酒喝多了，喝开窍了？亚伯循着口哨声闯进酒吧，要仔细核查一下红墨的口哨水平。老莫实在装不下去了，掏出了藏在书包里的麦琪。亚伯见状长叹一声，这就是所谓隔代遗传呀！亚伯年轻时口哨也吹得很漂亮，还被预定参演电台顶级口哨节目。亚伯当时年少气盛，上台挑战口哨秘传绝技3管风，结果用力过猛，把嘴唇给吹掉了，从此告别了舞台。后来更是沦落到花钱雇人亲吻女友。每回忆起这笔买卖，亚伯都会得意地说，他只花了5分钟的钱，那人却亲了好几个小时，简直赚翻了。亚伯从麦琪身上看到了实现自己梦想的希望，麦琪要进军娱乐界，成为口哨童星。娱乐圈可是个大染缸，红墨担心麦琪会学坏，但又不忍心拒绝可怜的老爹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既然麦琪喜欢吹口哨，那就看他能吹出个什么名堂出来。麦琪的口技神得不得了，能引来鸟群驻唱。巴特有点心理不平衡，丽莎和麦琪都有过人的天赋，难道只有他的天赋是平平无奇的操蛋吗？ My God， 不公平啊！春田镇举办了挑选童星的海选活动，带着各种才艺来面试的孩子不下100人。然而麦琪的口哨声一响，评委直接就被征服了。托尼收购的旧邮局在春田镇的强拆区，这里每天都要他几座房。马基属于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做到最好的那种人。他保留了邮局的外观，准备把里面好好翻修一遍。托尼的手下们枪不离手，以防马基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，好随时灭口。马基量完邮局的尺寸，又跑去超市选购家具。托尼一路上都在吹他的彩虹屁。马基很奇怪，2个打手形影不离，他们这活儿该不会是犯法的吧？午夜梦回时，辛普森家响起了嘹亮的口哨声。马基问红墨怎么回事，老莫不敢明说带女儿进娱乐圈了。马基心里也有鬼，不敢说他在帮黑手党搞装修。夫妻俩同床异梦，丽莎发现麦琪是天才后，心里也不平衡了。一直以来，她都以为家里只有自己一个天才，以后她要如何面对有个妹妹和她一样优秀的事实？太可怕了！麦琪的星途一片顺利，但有多少繁殖的同性，他们可都是前车之鉴。红墨不明白，自己带麦琪进娱乐圈是为了孩子的未来着想，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？有多少家长为了自己毁掉孩子？另一边，马基终于完成了邮局的装修，把里面整得跟皇宫一样。他的待遇也节节攀高，但马基不明白的是，为何托尼死活不肯把外面翻修了？一个混黑社会的，居然只要里子不要面子，太奇怪了。这段时间家里好像每个人都藏着秘密，吃饭时都没人说话了。红墨看到同性的各种堕落，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，想把麦琪拉回正道时，麦琪已经爱上娱乐圈不肯走了。马基终于发现，原来托尼翻修邮局是在开妓院，镇长还是他们的常客。你一跟黑社会较劲，黑社会就跟你翻脸。幸好马基留了一手，邮箱里藏着一份教皇写给托尼老妈的信，托尼却用风月场所玷污这封信。这位春田镇教父后悔不迭，当场一把火烧了妓院。另一边，麦琪要在舞台上完成表演，却因为换牙无法再吹口哨，台下观众嘘声一片。红墨见状触发了老父亲狂怒，他冲上台怒斥观众：孩子永远是最可爱的，可什么让他们变得不可爱了？是用可爱包装孩子，利用他们哗众取宠赚钱捞金的大人们啊！
红墨从这件事领悟了一个道理：孩子最好普普通通，就算有过人的天赋，也别说出来让大人知道，否则一定会被揠苗助长，最后伤仲永。同时，红墨也跟马姬互相将事情说开，承诺以后两口子之间再无秘密。话虽如此说，中年胖大叔的自尊心实在太脆弱，马姬不得不小心维护，不然让红墨知道老婆半夜里改大他的裤子，他从我穿加小号这一谎言中获得的虚假自信就要碎成一地残渣了。这是一个有关驱魔的小故事。为了庆祝小女儿换牙，红墨给麦琪订购了一个小玩具，非常阳光健康的帕祖祖雕像。马姬借用女儿换牙的名义举办了一场鸡尾酒派对，大人们在楼下喝酒狂欢，陪麦琪玩摇摇乐的。只有被雕塑蛊惑中邪的红墨，最感人的睡前童谣莫过于爸爸那句小心魔王来咬你。麦琪吓得瑟瑟发抖，两眼红光一闪，他果然也中了邪。楼下聚会的大人们万分惊恐，因为这个小女娃走路用飘，手机拍摄到的只有一团烈焰魔影。他一回手，窗户紧闭，大门锁死，网络中断，大家吓得失魂落魄。红墨却说没有关系，只要还有酒喝，天塌下来他也不怕。麦琪表示喜欢喝，一大锅开水给红墨灌下去，给他的肠胃操一下水。辛普森一家无计可施，只得搬请春田镇最好的邻居内德。从恶灵到有灵，往往只需要一个大麻烦。内德并不在乎这些，助人为乐是他一贯的宗旨，不管别人是真心还是虚情假意。内德用生金缎带绑住麦琪，一句咒语还没念完就被麦琪干掉了，被玩具车噎死。这种死法，内德算得上春田镇第一人了。马姬决定请一位真正的驱魔人，内德这种半吊子完全靠不住啊。驱魔人姗姗来迟，说不好意思，路上有点赌鬼。他首先要测试麦琪体内的恶魔能耐有多大，结果被一口地狱之火烧掉了考卷。驱魔人心中一凛，这回遇到大麻烦了呀！来人，割断圣神，他要破釜沉舟，背水一战。红墨夫妇有些迟疑，驱魔人表示，你们连天主教神父都不信，还能放心把孩子交给谁？两口子交换了一下眼神，有没有可能就这个最不放心？驱魔人表示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神父最值得民众称赞的美德之一，就是绝不会对孩子下手。麦琪体内的西南风恶魔表示，他曾经是最强大的恶魔，远胜过南风和北风这群弱鸡。不信上网查查，去贴吧看战力贴。驱魔人大喊一声，妖孽闭嘴，看我法术，妈咪妈咪哄。西南风恶魔哀嚎一声，离开了麦琪的身体。但驱魔人察觉到恶魔又附身到在场某人身上，众人正在互相怀疑。恶魔忽然从巴特身上显现，一脸痛苦之色，似乎想要逃离。他说，我从没见过比这还黑暗的灵魂，放我出去，我要洗心革面，好好做魔。巴特冷笑一声，附了他的身还想跑，怕祖祖小弟给他变一对炫酷的恶魔脚出来。恶魔只能老实听命。今天他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天降魔星赛撒旦。以上就是辛普森一家第29季3集的全部内容。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小士兵，我们再见。